好意思，我先出去一下。还好吗？还好啊。那总，您看看这份数据吧。昨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，我都到了酒吧了，然后突然之间我接到电话，说我一哥们儿跟别人打架，差点被别人打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在开会。哦，对对对。我从西藏给你带回来的绿萝花，我可不是送礼啊，这也不值钱。但是它是雪山上的东西，别的地方都买不到正宗的。拿着。关键是我听说这绿萝花能减肥。这是我最新的项目计划书，就是那个软件。你抽空帮我看看，多提提宝贵意见。真的对不起，我要进去开会了，他们都在等我了。哦，对不起，赶紧一下。我先走了啊，电话联系，拜拜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个神经病，跟我套近乎，送什么项目计划书？您继续。纳兰，纳兰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能不能不一惊一乍？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谁呀？就是那个叫我减肥的那个人。你知道他为什么管我叫那总吗？对啊，这件事我还想问你呢。就是那天少爷到公司闹，你没心情，我替你接待了那个做密码锁项目的郭新年，他叫郭新年。美女，方便留张名片吗？他当时管我要名片，我没带，我就把你的给他了。纳兰。他把我当成你了，你行不行啊？那你跟我说一声呀！哎，去，现在打电话告诉他。我就不告诉他，谁让他叫我减肥啊？那总，你先忙，等我回去我去看你，我给你带土特产。送给你。经常，你到底让我去你家干什么？我没时间陪你玩。你过来就知道了。过来，过来。手啊！哎，轻点！哎，松开呀！哎，哇！行啊，圣女，现在碰不得了是吧？啊！哎！松开！松
松开啊！我们在一起多少年了？从英国开始算，快8年了。8年，这么久了。我这几天一直拼命的在回忆，我在英国的时候爱上的那个人，到底是不是你？现在做的这些脏事儿，让我觉得恶心。金晨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谈恋爱不是为了钱，我自己吃穿够用，我犯不着去做有钱人的老婆。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你想回国之后做这个做那个。当时我觉得很高兴，我愿意跟着你，不管有钱没钱，至少我们能一起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那回国这些年，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你忘了你跟我说过的话吗？除了喝酒泡妞，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跑到这儿来给我上课了哈。那我也跟你说说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我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我用不着每天坐着地铁去上班，蹲在街上吃麻辣烫，为了点蝇头小利从人脑袋打成狗脑袋。对不起，这事儿我干不出来，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这只能证明我们家比你们家有钱，所以你得去上班，我用不着上班。咱俩结了婚以后，你也不用上班啊，你想办法帮我把钱花了就行了。你觉得我们还能结婚吗？我不是这种人。那你是哪种人呀？跑到这儿来跟我谈奋斗，奋斗来奋斗去，你为的是什么呀？当你们还在起跑线的时候，我已经到终点了，我跟你们不是一个境界。行了，你别闹了，听我的，赶紧把工作辞了，想个好主意办个婚礼，多让我爸放点血出来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今天白来了。你可以用你爸的钱花天酒地玩一辈子，我不需要。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。你要是敢就这么走了，咱俩就完了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，我们结束了。我哭过又笑了，笑着对自己说，也不是非他不可，找个理由就忘了。或许沉默久了，变得口若悬河。我梦过又醒了，醒着对自己说，希望你为自己而活，别把生命都错过。
你还有那么久的梦要做。怎么了这是？说话呀！他瞧不起人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纳兰把我打了。谁？李龙啊！纳兰，他把我扔池子里了！国正，吃水果啊。宝贝，回来啦。哎，有情况。纳兰，纳兰，你过来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打架了。和谁打架啊？经常。你们俩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俩分手了。分手？为什么呀？在英国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回国以后要做个公司，比他爸还厉害。回来以后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他什么事儿都不做，像个蛆一样活着。他说，让我跟他结婚以后，把工作辞了，和他一块儿好好想办法把他爸的钱花了。他说，我还在起点的时候，他已经到终点了。他还说，他随便和哪个三流小模特睡，都让我别介意。有人跟人过，没人跟钱过，所以我跟他分手了。给金振邦打电话，他儿子要干什么？你别激动，事情还没弄清楚呢。打我？我那儿没跟他来真的。不识抬举！我要花钱找有的是比他漂亮的。老爷让我告诉你，你和纳兰的事解决得了就解决，解决不了你回香港。我凭什么回香港啊？我还没玩够呢，我喜欢这儿。董事会有人提出来，这儿设了分公司，开销太大，又没有业务，建议裁撤。你愿意留在这儿呢，你就给老爷说，老爷答应了你随便，但是分公司肯定撤销。那不行，那公司没了，我在这儿就真成废物了。哎，老董，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，出出主意，我必须得留在这儿。你真肯听我的主意？你说呀。我觉得纳兰说的对，你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。江山不是你打的，钱也不是你挣的，你还年轻，你再这样混下去，混成个废物，谁都救不了你。不怎么着，纳兰打了我一顿，你也想打我一顿啊？
家亲近你，是看着老爷的面子。是，你当个寄生虫，寄生几辈子都没问题，对吧？可你想过没有啊？寄生虫也有寄生虫的苦恼啊。哦，你寄生在别人身上，又不听别人管，别人一旦怒了，不管你了怎么办？再说了，老爷早晚要退休，你接他的位子，那些董事们不服你怎么办呀？这次来之前，老爷半夜里长吁短叹，睡不着觉，还不都是为了你呀？我跟你说实话，老爷之所以把我留这儿陪你，就是看看你能不能改变。你问我怎么办？解决的办法在你，不在我。行，不就看我闲着那帮人蛋疼吗？搞点小项目，挣点小钱，我会。行了，我要么不干，我要干我就干个大的，我吓死他。Hello， 那总，哎，我回来这么一琢磨啊，我有件事没办好。现在女孩不都流行减肥吗？我就这么顺口一说，我可真没有说你胖的意思啊。你的身材太好了，就跟那个跳芭蕾舞的一样，所以我这人不太会说话，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，行吗？我生什么气呀？你这个反思来得很及时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千万别随便见着姑娘就让人减肥，女孩最反感这个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的那个报告你看了吗？什么报告？就是我软件开发的可行性报告啊。可行性报告？对不起啊，我可能给弄丢了。丢了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总之情况有点复杂，我就不跟你解释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现在再发一份给我，发到我 email 里，我在职务范围内了解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。行，没问题。郭新年，我希望你的项目能成。如果洛菲斯有机会投资的话，这样也算是双赢。好嘞，谢谢你。那我等你信儿吧。行。纳兰，你真是死行。老董，老董，老董，快点！什么事儿，少爷？你先看看这个项目。这么快就有项目了？老董啊，你这次一定要听我的。
我再把这东西好好改一改。今天晚上，你连夜把这东西传给我爸，传给董事会，你就跟他们说，这是我们分公司准备上马的一个新项目。移动互联网手机软件绝对是未来最有发展前景的商业领域，你好好看看。我这次一定要稳妥一些，我要让董事会那帮老朽都知道，我金城是能赚大钱的。我要找几个大平台来为我保驾护航。运营商，几大运营商，我要跟几大运营商合作，明天就帮我约他们，我要见他们老板。我爸不认识他们吗？对吧？对吧？哦，对了，另外啊，再帮我多租一层豪华写字楼，招人，多的招人。人靠衣裳，马靠鞍，我先把架子搭起来呀。这个我会。不就是创业吗？多简单的事儿啊！金总，何总，好久不见了。方总，好久不见啊！来，请坐。来。你们能来，我太高兴了。哎呀，客气了。我们听到是金老先生的事情，怎么敢不来呀？他也是我们在香港重要的合作伙伴呢。是这样，我现在这儿有个项目，总公司非常支持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们俩，一起研究研究。这是一款手机上的对讲机，把信息通过语音形式及时传送。如果可以实现的话，它会比文字信息快捷省事儿得多，而且收入预估会非常可观的哦。我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捷讯。经常见到他，身材又好，长得又帅。你老实说，是不是那个健身教练波波？我求求你了，什么健身教练啊？别瞎猜了，你们就这个 level 啊？又聊八卦，下班了还不回家，没人给你们加班费啊？那总今天温迪请客，为什么呀？她找到男朋友啦！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想想还不行啊？真是。工作很重要，找男朋友啊也很重要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瞪大眼睛，好好找啊。散了吧，还站着干嘛？真想当电灯泡啊？楼下吃火锅去吧，账算我的。谢谢温迪。去吧。喂，今天晚上不管你多忙，一定要陪我吃晚饭。烛光晚餐。罗总，先走了。那个报表我明天给你啊。哦，好，明天给你，哦我先走了啊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小萌走了，拜拜。罗总再见啊！罗总再见，老彭走了，拜拜。罗总再见。拜拜。什么？罗总，
你的简历写的有点问题吧？没问题啊。前年你在互联网上偷东西，在里边住过3个月，这你可没写啊。您怎么知道的呀？我要是想知道，我自然有办法知道。罗总，我不是有意瞒您啊，我那是被冤枉的。被冤枉的？哦，当然了，我那会儿跟朋友打赌，我也是帮朋友的忙，不然你看我这个胆子，我哪敢去黑人家的游戏账户偷人装备啊？而且你看我这个人，这有毒的我不吃，犯法的事我不做，我是真被人冤枉了。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互联网这行的饭碗就算是砸了。你知道吧？但是你成功了，这说明你是有真本事的呀。别紧张啊，我又不是警察，跟你聊聊天。罗总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，别忘我了。我想请你再帮我黑个人。这事我早就不干了呀。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按我说的做，要么卷铺盖走人。金总，请啊。您看看，这是员工的办公区，这是一个开放式的会议室，那是我的办公区。怎么样？有点互联网公司的意思吧？一个新公司，办公室搞这么大，有必要吗？和国企打交道，也不能太寒碜，这是少爷的设想。龙椅也摆在这儿了，你要干什么？金总，您是来挑理的吗？老爷，这不是您要来吗？少爷他就想那个。董事会那帮人都是贫民窟出来的嘛，眼窝子那么浅，我天天干活还得听他埋怨。哪有干活不落埋怨的？你办公室搞这么大，真没什么必要。这都是中国人的恶习。啊，既然你说你搞互联网，我倒不反对。董事会都是些老家伙，不懂互联网。你要知道，这次对你的支持力度是空前的。老金总，那就继续吧。上次打来的钱早就烧完了，往下做样品怎么着还得有个4、5千万吧。哎，这还不包括测试啊、租服务器什么的。我这次来啊，一是想看看情况，二是要通知你董事会的决定。总公司只负责你研发经费，后续经费需要你自己融资。哟，管杀不管埋呀？那可不行，反正后面断队了，那我就不干了。
既然你想干点正事儿，我不得不教你。一个企业，一个国家，别管多有钱，都要去贷款。商业融资代表市场对你的认可，同时也是一种集聚资源的力量。所以说，董事这个决定我是支持的。您让我去融资，我从小到大连钱都没借过。你是想让我低声下气的去求人是吗？那兰不在洛菲兹嘛，你有他的支持，有很多问题好解决。怎么？还没和好？我最近太忙了，没时间见他。他不老嫌我玩吗？那我就忙也给他看看呗。我说你，你有毅力啊，天天健身锻炼。是啊，大学毕业后一天都没断过。这边。介绍一下，我的好友、同学加合伙人。别瞎想，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。我们顶多算是闺蜜。大家好，我是高迪，未来著名的天使投资人。您好，卢卡，我是去年全国扫雷锦标赛冠军。像。你好，我是杨洋，网红，微博粉丝66714个。这么多啊？这还多？我呢，本来是可以靠脸吃饭，但偏偏要靠才华。我智商145，比我漂亮的没有我智商高，比我智商高的没有漂亮。那你是靠什么在网上红的？数钱啊！我大学学的是财会，虽然我挣的没有别人多，但是我数钱比别人数得快。我是郭新年，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个我喜欢，钱包空了好装钱嘛。坐。你们的商业计划书我看了，单做一款手机上的对讲机软件，是不是太小了？我们不是对讲机，我们是语音信息。语音信息，单做一款语音信息，还有其他功能吗？它的盈利模式是什么？互联网商业模式基本上是两步：先通过杀手级的应用吸引用户，保持粘性，留住用户，这叫做赚流量。盈利模式有3种：一，广告，像新浪、搜狐；二，游戏，网游、手游日进斗金；三，电子商务，国内是阿里巴巴和京东，国外是亚马逊。你们属于哪一种？我们是属于第4种，职业杀手。杀手也是有门槛的，讲装备啊，您拿个菜刀出去，顶多算凶手。除了语音发送，还有什么装备吗？有啊，我们这个未来会加入图片和视频，尤其是那种高清晰度的视频。那需要多大的带宽？成本有多高？如果1万个用户同时在线的话，10兆带宽肯定是不够用的。而且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主要是在北京，因为南方的速度还是有点慢，所以如果要先上线的话，我们就暂时先不考虑视频功能。就说10兆带宽的服务器，租1年得多少钱？你们有这么多钱吗？如果你们的用户达到1000万，北上广深1线城市都得租服务器，那得需要
专业的人维护，要升级，要做媒体推广，要路演，你们担负得起吗？你刚才说1000万用户？是啊，你们的商业计划书上写着呢，1年之内达到600万用户，1000万用户是互联网企业的起点，否则毫无价值。如海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跟我说呀？你也打算骗我？老爷，您别吓我，我怎么能骗您呢？这个项目的计划书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金城写的，他琢磨不出来。我今天问他2次，他都给我打马虎眼。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搞的，他在这儿待久了，应该能抓到好项目吧？那这项目是谁的呀？告诉我。你得问他，我也不清楚。老大，把咱们仨放一块儿称一称，按熊掌价卖了，咱都租不起这服务器啊。所以咱们再加上这2位，用牛黄和麝香的价卖了，也许就够了。高迪，欢迎你做我的天使投资人。我还没想好。高迪特别擅长调酒，你们要不要试试？这件事儿得慢慢商量。天使投资哪是5分钟就能决定的？5分钟决定不了的事儿，我从来不做。重要的事情都是1分钟决定的。你真的有把握？上帝有2个苹果，一个砸到了牛顿头上，他立刻想到了万有引力；另一个砸到了乔布斯头上，他立刻决定研发苹果电脑，想1分钟都太久。我的这个创意是一个天才的想法，值得用1辈子去奋斗，所以你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考虑它的得失。你知道你的钱要去做什么吗？买第3个苹果。差不多吧，你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。老爷，既然您觉得有问题，那董事会为什么还要决定投资呢？董事会见几大运营商跟投，觉得利益很大，那还不立即跟上？要不是我拼命的拦着，投资的分量要比现在大得很多。那你应该动用1票否决权呢。我怕这孩子会厌恶我。儿子想干点事儿，我不能总拦着他呀。如海，你帮我办件事儿。你私下问一问，这是谁的项目？把这个创业发起人找来，我想见见他。做生意嘛，能不结缘还是不要结缘。是。老爷。
这个人到底是谁？除了少爷，没人知道啊。喂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你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呀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没想那么多，我现在有点激动。我刚和高模咖啡的2个老板聊好了，他们已经答应给我天使投资了。因为这个项目是咱们俩一起在西藏想出来的，所以我想第一时间也让你知道，一起高兴一下。恭喜你啊！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发那个项目书你看了吗？我看了，很有创意，但是还不够完善。这样，我一会儿发个邀请函给你。过2天洛菲斯有个项目对接会，你有半小时的时间阐述你的项目。先说到这儿，好好整理你的创意。纳兰，彭总让我们把项目对接会的项目重新筛选一遍，他说要优中选优，不能谁都进。好啊。这也不错，再来一杯。这种酒只能喝1杯，你别看它甜，酒劲儿非常大。我这个人就是不懂得克制，知道我最烦哪一句话吗？平平淡淡才是真。羊也平平淡淡过一辈子，牛也平平淡淡过一辈子，到最后还不是被别人宰了，也没看出什么真来。高木咖啡没人宰你，宰得了我吗？协议很简单，估值、投资金额、投资比例都是空白的，其他就是标准合同。先聊聊估值。估值，我们3个人手1台笔记本，全部家当。弹尽粮绝啊！估的是你们3个人的价值。你们年薪多少钱？我年薪，电脑工程师1年30万。你让人剥削了哈！电脑工程师现在1年可不止30万。天使轮估值一般是根据到下一个里程碑阶段所需要烧掉的钱。高蒙咖啡决定投200万现金，占你们20%的股份，因为我们对你们的估值是1000万。咱仨值那么多钱呢？啊！魔晶对我来说，根本不是1000万这么简单。不然你们再商量商量。慢着，我们对赌条件很苛刻的，1个月之内把产品雏形做出来，在这期间不吃不睡，在马路上昏倒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当然了，我们的盖浇饭还是很有营养的，所以这种情况不会发生。你们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有，架构、设计、编程、测试、修改，这1个月根本就完成不了，更何况我们就3个人啊！我们1个月招人都来不及。你们啊，把乔布斯叫来，他都完成不了。乔布斯在研发苹果电脑第1代大获成功之后，信心满满的研发第2代。可是他一拖再拖，错过了最好的商机。等他第2代研发出来 ，IBM 已经铺满了市场。乔布斯的命运你知道，他被自己亲手创建的苹果企业赶出了董事会，无家可归。所以，我不管你有多少想法，1个月，我要看见东西。
黑进去了，您看到的就这些。还有吗？他听歌的记录呢？他下电影的记录呢？他在网上购物的记录呢？我一定要知道他更详细、更详细、更详细。我要知道他平时给微博什么样的文章点赞，他喜欢关心什么样的话题，他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。我一定要比他自己更了解他。哥，你不当欠谁都可惜了。宝贝，你先别忙了，妈妈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纳兰，我知道你最近呢和京城闹意见，妈妈也是过来的人了，谈恋爱吵架，那就是筷子碰碗，早晚会过去的，迟早要结婚吧？妈，纳兰，你跟京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在外边乱搞。你说什么？老大，1个月根本没有一点儿可能性。当时我在高原上骑自行车，刚开始构思魔晶这件事儿的时候，当时咱们在杨洋洋的仓库里开始做这个软件的时候，当时咱们坐在那张桌子上喝一口咖啡往回吐一口的时候，我都没有看到任何可能性。但是今天，可能性出现了，而且已经发生了。兄弟们，我签了。干杯！干杯！犹豫什么，惧怕什么，一切在手中。用何方为何方？喝啤的，喝红的还是喝白的？还白的，你皮的吧你？等会儿，今天必须得一醉方休。醉方休，你半瓶啤酒的量，吓我妈！害怕什么痛？有你陪着我走这漫漫人生路。我想抱抱你，对你说声 Yes I do。有你陪着我，抵御严寒和酷暑。肉，一次性投了200万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口做的都不要，要肉，多的肉。OK， 卢卡，来走，哎，好，来干一个，干杯，干杯！等会儿，其实，咱们今天的庆祝仪式少一个人。谁啊？我只能说是一个美女。你看我就说老大恋爱了吧？谁呀？恋爱个屁！人家能瞧上我吗？人家是一大美女，我就是一个臭屌丝。但是，咱们魔晶能有今天，我们必须要谢谢她。为美女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干了！啊！来，今天晚上必须都把他们都喝掉，要喝到明天早上。小点声。
我说怎么越睡越冷？这浴缸里睡一晚上，你俩也不叫我。啊，走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再睡一会儿。你别睡了，你妈来了。你妈来了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老大，快点起！啊！快起来！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妈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哎，别动，我晕。洋洋他妈来了啊！洋洋他妈来了。不是您想那样的，你听我跟您解释，那是我们老大。老大，阿姨好。老大，你就能跟他睡一块儿？那卢卡怎么办？不是这样的，妈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其实本来呢，我们3个是一块儿睡在床上的，但是后来有点太挤了，所以我就自己跑到地上睡了。你看有小枕头。不是这样的，阿姨，我本来是想睡沙发的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觉得我是老大，然后就愣给我拽到床上的，然后就这样。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自从接到您的要求以后，我们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反复测算，最后综合评估认为，捷讯语音软件要想完成样品的设计和初始版本，至少还需要半年。说错了重说。啊？您说什么？我说错了重说。洛菲斯的会下个月就要开了，我等不了那么久。没有这笔融资，我就得解散公司。您请我来，我必须给您提供一个专业的意见，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承诺。我不能告诉您1个月就能完成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我知道您又要说什么，这不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。而且我认为，您要尊重科学，尊重规律。进一步说，您要尊重您的员工，尊重一个专业人员的人格。我出钱还有出钱的不是了，是吗？你做得出来是有人格的，你做不出来，我还不如养条狗呢。你专业什么都不懂，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什么都能做。跟我出来劲是吧？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啊！现在是法治社会了，我就不信你敢打我。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行不行？谁能给我一个准主意？已经很完美了，罗总。何况这不是一次正式的投资会，我都觉得咱们的核心技术泄露远远的多了。这一次的项目对接会，还有哪些公司参加？咱们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。查过，还有你的铁哥们，新年科技。魔晶。他们进行到哪个阶段了？刚开始做基础研发。不过罗总，你放心，他们跟咱们比，他们还差一大截呢，够不着任何威胁。千万不要轻敌啊！尤其是郭新年，别说是你，就是把他们几个和你一起加起来，装在一个麻袋里，打碎了，再捏合起来，整合成一个人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
千万记住，要学会尊重你的对手。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废话哪那么多呀？别碰我！当领路怎么能打人呢？打人呢？没事儿吧？报警！我要报警！给他赔礼道歉，这么多人呢。对不起啊，我呢性子太急了。这个软件关系到我结婚的事儿，关系到我在我爸面前面子的事儿，所以刚才一着急，我下手有点重了。对不起啊。咱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？为了父。萨拉曼纳拉诺瑞。把这钱拿着。我不管有什么办法，1个月之内把这软件给我做出来，做出来了，这些都是你的。走吧。员工不能顶撞老板，这是本公司的规矩。一点小误会，请大家继续工作。你非得当着员工的面跟我嚷嚷是吗？老爷领导上万名员工，从来不和员工嚷嚷，更没见他打人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怎么教导员工是我的事儿，是我们家的事，懂了吗？我懂。把这儿打扫一下。好的。这次项目对接会发出去的请柬都有回复，我们先内部讨论一下，把意见统一了，再往彭总那儿报。项目对接会主要是跟踪和发现未来有巨大商业价值的项目，像移动互联网、新能源汽车，这些都是未来投资的热点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现在有一个问题。项目的开发程度差别很大，有的已经出样品了，有的还在做基础设计。我们是不是先要排一个顺序？应该的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同样的项目，是不是选一家公司就可以了？你说具体点。现在做语音媒体开发软件的只有2家。2家？我查了一下，一家的注册资本是6000万。主要的战略合作对象是电信运营商，还有一家就是新年科技，注册资本200万。200万能干什么？可能就是一家山寨公司。是不是没必要建了？有必要没必要，在见到项目之前，不能随便下定论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这2个公司研究方向就是一致的？一个项目的好坏，最重要的是看创意，跟注册资本无关。可能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，但是有天才的想法。别忘了，乔布斯就是卖电路板出身的。我明白了，那就2家都邀请。可能我们需要先跟胡油谈一下，他们已经到了即将上架的程度。行 ，Martin 做计划。好的。
2个方案，推翻重来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高萌咖啡不是你们的独立工作室，更不是你们的宿舍，赶快起来，一会儿就要营业了，同志们！赶快起来！卢卡，醒醒，相入程序做完了，起来上传。老大有没有人性啊？我昨晚上胃疼了一宿，你让我吃点药去。等着啊，乖，给你沏药去。你们这样可不行啊！这过的什么日子啊？一个个病殃殃的，啊！我宣布一件事情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每天早上跟我锻炼去。卢卡，走。不去不去，胃疼胃疼，求你了，胃疼真胃疼真胃疼。顾新田，你跟我去。我也不去，我程序没做完呢。跑步，换换脑子，必须走。走，赶快。哎，卢卡，赶紧起来上传程序。杨洋，把这收拾一下。我怎么那么惨呀？把我当服务员了？哦，小可怜，快把药喝了吧。我叫狐狸，我是体型简便、机密性很强、超级有魅力的软件。大流量邮件没问题，图片视频软件没问题，接受速度没问题。告诉你们我的秘密，我有无数个洞穴，我有不停的自我生成的密码。有一个洞穴藏着我写给男朋友的信，不过，嘘，我爸爸妈妈并不知情。还有一个洞穴藏着写给女朋友的信，我们女孩之间的交情你们不懂。我还知道天气，知道航班，知道火车，能订票，能购物。亲爱的，你们有我就够了，把手机上其他软件都删掉吧。我喜欢这只小狐狸。我们第一次项目对接会就能看见这么有诚意的项目，我很欣慰。你们这个宣传片做的确实不错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知道项目具体的情况，比如说数据、流量消耗、服务器租赁的带宽，还有下载量。忽悠目前还没有上架，预估数据不科学。我呢又不想像别人一样，搞一堆假的数据放到 PPT 里去给大家看，我认为那叫欺骗，我不愿意。你很在意自己像别人吗？我们这个行业呀，坚持原创太难了。2周以后，狐游就会上架。等到那个时候，我相信狐游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。